翻开说明书看到的第一句话就把人整不会了，这不是玩具那还能玩吗？好难找啊，真的不如上手。我还是那句话，可动眼真的还是上手最方便。既然官方都说是收藏品了，那就让我们先安静的欣赏一段藏品开箱。其实11月中下旬一到货我就拍完了，但对这款按理说是 3.0 版的 DX 小丑呢，已经没有太多激情长书短叹。这期视频主要就是分享一些开箱步骤和使用方法，仅供各位参考。开箱部分大致就是这样，让我们逐一详说。首当其冲的就是艺术家系列的首款完整体直发头雕。打开为直发单独设计的保护罩，就能闻到一股大妈一手涂装的新鲜刺鼻油漆味。按住脖子，说明书上一直在强调说不要用手直接去捏住直发，容易破坏定型。向后旋转180度，首次拔起时稍许用力，就可以把它和底座分离，然后将头雕和身体连接在一起。同样是用手捏住脖子部分，稍微用力下压，听到咔嗒一声，就算是安装完成了。想要调整可动眼呢，根据说明书的指示是需要用镊子把它后脑勺下方的一小块盖板顶起卸下之后再伸进去调节的。用镊子的一头顶住它的后盖，用力往上一翘就能打开。同样按照说明书的说法，不能直接拿住它直发的部分。仔细观察一番后，发现并没有可以直接下手的地方。我的做法是挑开后盖之后，用镊子捏住它内部的黑色部分，再将它取下。这时才能看到这一小块也是有部分直发的，也是刚才无从下手的原因。那么当你装回去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去触碰它有头发的地方，依然是用镊子捏住它的下端，慢慢往里送。由于是可动眼，而且有大量直发遮挡，所以还是要利用工具对它进行调整。如果 HT 能把这一款小丑一步到位改成磁吸调节的可动眼球的话，那就更完美了。期待它的技术进步。不过这个调节的过程还是很艰难的，放段原声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我的煎熬。好难找啊，真的不如上手。我还是那句话，可动眼真的还是上手最方便。怎么办？救不回来了。朋友们，我为什么要挑战自己？真的是为什么要挑战自己呢？救命啊！然后这一组可动眼其实还是蛮松的，不是特别紧，所以轻轻一碰它就跑掉了啊！我真的太崩溃了，我要找到那两个眼子啊！最后完全是要靠感觉啊，太刺激了！现在不建议大家去调这对可动眼，我还是把它调到这个正式的位置啊，实在没法调。然后再看一下它的舌头的部分。好紧啊！可动眼做这么松，牙齿那能不能这么紧？好了，牙齿被我拔下来了，我们也可以换上舌头。哎呀，这真的是要靠这个镊子啊！然后你要找准它舌头的位置。嘿，出来了，舌头出来了，然后再顶紧一下，好像顶紧了。好，然后呢，这个头发这两边因为弄这些东西会分开啊，等到装完之后呢，再给它稍微用镊子弄蓬松一点，就这样就看不出来了啊。现在是一个露舌的这个状态，露了舌之后就有点俏皮了。为什么我觉得它露完舌之后反而有点俏皮呢？挑可动眼是原罪，好，搞了一个斜眼的造型，斜眼露舌的造型，这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就搞这一破头就搞了7分多钟，然后我们再把这边东西装回去，先稍微腾出点空间，然后把头发的另外一部分弄进去之后，然后再把镊子稍稍的给它压住一些。好了，总结一下打理直发头雕的心得啊，只有一条，就是尽可能避免用手直接去接触直发的部分。
倒不是碰不得，主要是担心捏下去用力过猛破坏了定型，那再想复原的可能性就很低了。还有一点，安装完成之后它的脖颈感觉特别的短，缩头缩脑的。其实它的脖子是可以上下抽动的，有一段进程。把它颈部缩进去是可以模仿小丑耸肩拉手雷的造型的，而拉出来露出脖子的时候则是正常站立的造型。我的猜测是为了打破连脖头雕一体设计带来的造型局限性，虽然不是真的耸肩，但是通过缩脖和服装的遮挡，同样达到了相似的效果。唯一碰到的问题是头发会偶有掉屑的情况，可能是头发的定型发胶在摆弄的过程中脱落。最后就是争议比较大的问题，发际线附近直发与头雕接缝处的割裂问题，似乎这就得凭运气了。大妈的手松一点，可能缝隙也就大一点，抽到特别明显的也只能算是自己运气没有到位了吧。这和拍视频的看上去还行，我觉得不是强迫症的话可以接受，虽然这点瑕疵似乎和说明书上的那句话有点出入。服装方面毋庸置疑的是 DX33 要比两款前作来的更贴身使用的面料也更纤薄，剪裁呢也更加细腻，哪怕是衬衫、马甲、西装、大衣4件套，也不再有之前两款如此明显的臃肿感。修改了背心的纽扣开合方式，用一种金属搭扣，厚度确实是下降了，但也增加了损坏的风险。这一版的大衣呢也是做对了，内衬终于有了手雷的固定带。可以说在服装服饰方面， DX33 是对上两款的一次大提升，把所有之前肉眼可见的问题在这一版里都做了修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 HT 在这一次的鞋底打了2个孔，做了一个角装，第一次让自家的人偶可以摆脱支架的束缚。当然这款地台也因有一些发光机构没有用磁吸的固定方式。其他配件方面呢，这一次一共是配备了6个可替换的手心，感觉这个手比例是要比之前的 DX11 来的更大一些。手雷造型没有什么变化，一把金属回形针也是1:6的，一把冲锋枪，一把霰弹枪，还有的就是这把长弹夹的手枪，弹夹依然是可以抽开的。再就是这一系列的刀具，2把插在鞋头的鞋头刀，经典道具一支铅笔，一把刨皮刀，两边还带了一些锯齿，非常生动。蝴蝶刀也是可以打开翻转的，一把不可伸缩的弹簧刀，需要手动复位。最后呢，就是一把牛排刀。 HT 为了考虑玩具的安全性还是把这把刀做成了柔性的，没有用硬塑料，但这其实也是有一点尖锐了。3叠美钞1美元的面值上，华盛顿头像都被涂鸦成了小丑的样貌，每刀都是做了双面印刷的。还有呢，一副扑克牌，每一张上面也都是有不同的印刷内容的。口瞪眼调节工具一套和一对可替换的球形关节，球形关节没有用紫色，用的是黑色，有一点预期违背地台接上 USB 电源之后是可以发光的，一共有2种发光模式，一种是常亮，一种是呼吸灯效果。这个呼吸效果呢，在镜头里看稍微有一点点频闪的情况，实际肉眼是没有的。为了更好的展示效果我们选择在右脚上插上脚装，塞进去的时候会听到咔咔作响的声音把整体固定在装上再凹造型即可。每个关节都含有齿轮，转动的时候都会发出声响，保持位置的固定，整体上的塑体还是非常紧实的。鞋子是新做的，也放弃了以前的麂皮材料，使用了胶质，开模精度也上去了，保存的时间会更长，软脚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改善，这都很棒。横向比较它的前2款作品，它的配件量呢说实在是少了一些，毕竟当年的 DX 要么就是双造型双头雕，要么就是审讯式2件套，以至于就算是有一个可替换牙齿的舌头的直发头都还是觉得不够。光从人偶技术发展的角度来讲， DX33 无论是头雕、服装剪裁、塑体质量等等，都是前2代 DX 小丑无法比拟的。但是毕竟是1:6的玩具，该有的缺陷依旧存在，就比方说穿着大衣时做动作还是会显一丝丝的厚重感，但如果说你再增加这个手部动作幅度的话呢，还是能够看到袖口的褶皱。这些问题呢，其实从现阶段来讲呢，任何1:6都是难以避免的。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去打理的话，真的可以建议大家去买 DX32 胶发头，省心好多。这一期大概就到这里了，结尾呢也没有什么可以上价值的，剩下呢也就感慨一下，直发限量 DX 的开篇之作，
虽然名头很大，但对我而言还是少了当年开箱 DX01时大为震撼的那个刹那。